掐着点来的，特意过来给你做早餐。我还想着出去吃 brunch 呢。出去吃干嘛呀？这种习惯要在我身上养成。做什么？给我拿几个鸡蛋。一会儿就好，稍安勿躁。喝水吗？我不。有什么事你说嘛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我妈，她因为咱们俩的事儿，最近一直失眠，几天下来面无人色，惨不忍睹。你也知道，我爸平时对她关心就少，都是我照顾着，这小老太太挺可怜的。所以他就把在你爸爸身上得不到的感情都放在你身上。应该是吧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非说你是魏国强的情妇。非要去找魏国强去理论去，我说你可别跟那儿胡思乱想，更不许胡说八道。我说他俩根本就不是那关系，他们俩是父女关系。哎呦，你是没看见，都冲到车上去，火都打着了。我要真不拦着，他真去找魏国强去了。怪我多嘴，但我妈说了，她再也不干涉咱们俩的事儿了，她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。你为什么要告诉他？你不知道她的性格，她一旦决定的事儿，真的是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。就是因为她这种坚毅的性格，我们家的生意才走到今天嘛。她如果真的去找魏国强，你会发现你要面对的那是两个人了。那现在呢？面对的不是两个人吗？以你妈之前的种种表现，她根本就不可能置身事外。包一凡，我真的是很生气。我的事情他凭什么要越界？他难道不懂得尊重别人吗？所以我一大清早到你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负荆请罪。她好歹是我妈，10月怀胎把我抚养成人。大象还怀孕20个月，大象她更不容易。不是那个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经常出去跑业务，基本上不着家。那个时候没有保姆、小时工，都是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。这不是理由。有一天半夜，我发了烧了。我妈背起我就往医院跑，你想她那个小身板哪扛得住啊？没想到到了医院，医生告诉她还得做手术，她立马就倒那儿了。就这，还整整守了我100。这都不是理由。是类似的这种事情很多，我以后慢慢跟你讲。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，是希望你明白，不是我也知道我妈这失眠，她有一半她是苦肉计，但总有一半她是真的吧？你知道吗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妈妈在我身上做各种各样的手段，你不是看不出来。不是，她有一半她是真的吧？你母亲有问题，但是造成她今天的性格，你也有责任。她要找魏国强，你就让她去找。魏国强绝对不会告诉她事情的真相。她要找我，她想找任何人，你都可以让她去找。她必须要碰壁，碰壁之后，她才知道她自己的界限在哪里。你现在表面上看上去是为我着想，实际上你是在纵容你母亲对自己力量的臆想。你不断的退让，不断的纵容，才能够让她这么的肆无忌惮。你懂吗？不是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我真的是为你着想，我不让我妈去找魏国强，那不是因为你讨厌魏国强对你的干涉吗？我总不能让你认为你男朋友的妈妈跟魏国强有任何瓜葛吧？万一魏国强抓到你这么把柄，我这更说不清楚了。实际上呢，你做到了吗？我妈她说了，她不干涉我们的事情啊。她每一次都是这么说，然后她再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干涉，她的话根本就不可以相信。我请你不要这么说好吗？我真的对他已经很客气了，而且我敢肯定，他对我越了解就越会干涉我。
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只有2条路，要不你划线，要不我划线。划什么线？在你我之间划线？我不是要让你跟他脱离母子关系，我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新的态度。安迪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很爱你。在你刚才说划线之前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你更应该知道，我非常努力地在修复你和我妈妈之间的关系，我也讨厌她来干涉我们的私生活。所以你就轻而易举地出卖我？我出卖你？对，出卖。这个世界上知道我的秘密的人寥寥无几，因为这是我内心的狼狈与创伤。但是我选择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认为你是我值得信赖的人。你转身就去告诉一个对我有恶意的女人，这不是出卖吗？那是我妈妈，我知道她身上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我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对她稍微有一点点容忍。我也知道你是天之骄子，从来都是别人容忍你，但我真的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对她稍微有那么点。我不是因为天之骄子而不能容忍你的妈妈。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，我们的步调确实不一致。你根本就不能够理解，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是意味着什么。你更加不知道这代表我和你的心贴得有多近。请你走吧。我没听清楚。没错，走吧。安妮姐，安妮姐，安妮姐，你没事吧？没有，昨天开会开太晚了。嗯。红星收购的事情差不多到尾声了，还有一些收尾工作。Nancy 和刘经理统管负责，希望人事部能给 Nancy 配一个资格老一些的辅助性秘书。他想配个秘书，这种事情也要我来决定吗？不是何总，上周您吩咐说红星收购的事情很重要，2级以上的事情都需要向您汇报。是，我说过。对不起，我头有点疼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嗯。怎么什么都不对？怎么什么都乏味？在你我之间划线。要不你划线，要不我划线。
这个世界上知道我的秘密的人寥寥无几，因为这是我内心的狼狈与创伤。你转身就去告诉一个对我有恶意的女人，这不是出卖吗？对，出卖。请你走吧，没错，走吧。怎么我什么都不会？怎么我什么都不配？怎么你依然还在我身边相陪？怎么你还没有去睡？怎么你从来不责备？带我找回家的滋味。打扰你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可能要跟包子分手。因为他妈妈。他把我跟魏国强的关系告诉他妈。你包太太的势力一定会跟魏国强搭上线，到时候我不知道他顺藤摸瓜还会查出些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真的很生气啊。我跟他说，要不你跟你妈划线，要不跟我划线。然后，所以，现在你请我来当你的情感顾问。不好意思，我提醒你，你这个问题相当于问一个男人他妈妈和女朋友同时落在水里，到底先救哪一个？太苛刻了。可是包太太她查人家的隐私，她毫无底线的。如果是别的事情，我还能够接受，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做任何妥协，你懂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比起魏魏，他更能承受？你干嘛要提他？其实说实话，是我自己不能承受。既然你都想得这么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又要告诉我？难道想让我帮着你说服你自己？这个世界上知道我的秘密的人寥寥无几，因为这是我内心的狼狈与创伤。我选择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认为你是我值得信赖的人。你转身就去告诉一个对我有恶意的女人，这不是出卖吗？寂寞在沙滩游走，停在空中的双手，乱了心跳的节奏，失落随呼吸回头，始终没有勇气向你开口，总觉得没有更好的理由能让你为我停留。要不你划线，要不我划线。请你走吧。错过机会向你伸手，我孤孤单单往前走，又情不自禁的回眸。没过多久就低下头，静静想念你的温柔。我日日夜夜在路口，假装不经意的等候。要过多久才能拥有曾经错过的邂逅？
觉得没有更好的理由能让你为我停留，为我等候，总是错过机会向你伸手。我孤孤单单往前走，又情不自禁的回眸，没过多久就低下头，紧紧想念你的温柔。我日日夜夜在路口，假装不经意的等候，要过多久才能拥有曾经错过的邂逅？主任，确实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在没和你商量的前提下擅自做主，把那么大的秘密给泄露出去，脑袋里简直有屎。可是你态度未免太坚决了吧，这让我很伤心。再加上你跟我妈说，你根本就没有和我结婚的打算。确实没有啊。哦，好，你就不能说两句好话，哪怕撇撇我一下？有好听的，我也想给你道歉。我说话太硬了，让你伤心了。其实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，你是真的为我付出了很多，不应该让你花心，那么不人道。我应该和你一起去面对和解决这件事情。还记得我和你说的，你要做美女的自觉，美女是不会犯错误的，全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替你着想，是我太幼稚了。你说谁还不生个气啊？那总不能因为一有分歧，我转头就走吧。你这么骄傲的女人，要不是因为爱我，怎么可能忍受我妈呢？我保证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会丢下你一个人，绝对不会。但是我妈这事儿也得容我琢磨琢磨。给我1个月的时间行吗？就1个月。